如果你目前正在找工作、选专业，不知道未来的风口趋势方向会在什么地方，今天这期视频应该对你有所帮助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任何一个随便就能考个证，像零基础零投入的行业，类似这种行业就不要抱有很高的期待了，因为这大概率是一个很卷的行业，门槛虽低，但就算轮到你了，锅里的肉也早就被挑干净了。所以如果你指望这些行业翻身一席，我劝你早点清醒过来。那么未来有哪些可以参考的行业？要知道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社会都在强调左脑的重要性，左脑负责逻辑推理，负责数理化，大多数热门专业或职业现在也都跟左脑有关。但是起码就目前的趋势来看，未来将会是右脑专业和行业流行的时代，因为人的右脑更擅长想象、创造、图形化思维。那为什么说右脑时代即将来临呢？总结主要有3点。第一，人工智能的兴起，这其实已经不能说是预测了，而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，可能真的过不了多久。不只是简单的那种重复性的体力劳动，所有需要记忆、计算相关的逻辑性工作都会被机器取代。说到这，相信一些互联网从业人员就会有很深的体会，现在一些自动化软件是越来越方便了，但是减轻工作效率的同时，自动化软件是否未来也有取代你的可能性呢？之前在我们看来不可能被取代的高薪行业，比如像程序员、医生、律师、金融从业者，除了少数必须需要管理维护人员外，几乎全都有被取代的可能性。第二，物质财富的冲跃，人类几乎已经跨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虽然我们的物价可能一直在猛涨，但是绝不会像以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了。同时你也能从周围的这些东西上看出来，之前我们买个东西更在乎它耐不耐用，而现如今我们更在乎它好不好看，有没有设计感，甚至有些东西我们已经不在乎它的实用性了。就比如像蜡烛，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它还有什么用？但是为啥有那么多专门靠卖蜡烛的公司现在还活得那么好？归根结底就是很多东西它被赋予了实用性之外的价值。第三，全球化外包兴起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很多公司和行业现在都实行远程上班，然后很多公司都发现了，既然是远程工作，那如果把活包给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，像印度、中国，那岂不是能省很多钱？他说的也没错，也有不少公司就是这么干的。像美国的程序员平均年薪是8万美元，而同样的活，一个印度人的成本可能只需要1/25。微软、谷歌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大批的印度团队，所以这些所有用左脑的行业正在严重内卷，就是跟你抢工作的不只是本国，还有别的国家。所以说我们对于未来专业或者行业的选择，一定要清楚的回答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你的工作它是不是可以被机器替代？那么什么东西它容易被机器取代？那些有非常清晰的流程、规范、步骤，第一步干啥，第二步干啥，你能很明确判断和执行的工作。第二，你的这些工作或者行业是否可能被印度、非洲等国家或者本国的外包影响？第三个就是你所在的行业和公司是不是能给用户带来精神价值？就像我前面提到的，越来越多的人他买东西已经不再追求实用性了，而是设计感、故事性、创意以及这些东西带来的情绪价值能否满足精准化人群的需求。如果你所在这些公司或者工作，那么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求赞求关注，下期再跟大家分享。